美梦燃烧了熔火官邸，也带走了关于他的点滴，毁灭记忆，背叛的花朵盛放在所经之地，重返无人知晓的梦境，将它再度点燃的会是何方？本期的走进星穹，就让我们走进这位令人捉摸不透的危险女子大丽花。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大丽花女士的前同事，据传也是其好闺蜜的黑天鹅女士做客本期节目。好闺蜜，方便知道您是从哪儿打听到我和她的关系的吗？您是要……我想从源头上修正人们对我和她之间关系的错误记忆。哦，看来二位之间有些一言难尽的过去啊。方便透露一二吗？看来是不方便。那我们还是来说些能说的东西吧。大丽花是虚无命图的火属性角色，她拥有能在未击破敌方的情况下，让击破队提前出伤的独特能力。释放普攻，大丽花先指轻挑，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火属性伤害。释放战技，大丽花会展开结界，并对指定敌方单体及其相邻目标造成火属性伤害。在结界持续期间，我方全体的弱点击破效率提高，而且最值得关注的来了，敌方目标就算未处于弱点击破状态，其承受的血刃值也能够转化为超击破伤害，这可让击破队更快地造成伤害。哎呀，如此看来，作为队友，大丽花真是优秀可靠啊。或许吧，但优秀的能力和可靠的态度都不妨碍他背叛的那一刻的到来。这不矛盾吗？对他来说不矛盾。若没有过程中身心的全力以赴，那么背叛的本身也就毫无深度。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让我们说回正题，释放秘技，大丽花会制造一片特殊领域，处于特殊领域内的敌人不会主动发起攻击。与处于特殊领域内的敌人进入战斗后，大丽花会立即展开战技的结界，并将开战血刃值转化为一次超击破伤害。在解锁特定刑技后，进入战斗时，大丽花会基于自身的击破特攻，提升全体队友的击破特攻，持续一定回合。该效果在大丽花受到队友提供的治疗效果或护盾时会再次触发。进入战斗时，大丽花会和开战队友一同成为共舞者。共舞者攻击处于弱点击破状态的目标时，可对其造成超击破伤害。此外，敌方目标受到另一位共舞者攻击后，大丽花会使用魔尾发动追加攻击，造成多次伤害。而在解锁特定刑技后，大丽花释放追加攻击，可为我方恢复一个战绩点。该效果每2次追加攻击可触发1次。释放终结技，大丽花会使敌方全体陷入持续一定回合的败谢状态，并对敌方全体造成可均分的伤害。处于败谢状态下的目标会被添加所有共舞者属性的弱点，并且防御力降低。解锁特定刑技后，我方目标为敌方目标添加弱点时，其速度会获得提升，持续一定回合。若我方火属性角色的攻击为敌方添加了弱点，则本次攻击后额外削减其韧性，并恢复自身能量。好，总结一下，大丽花是一位能让击破队提前出伤，优化队伍输出循环，为敌方全体添加弱点，并使队伍造成更高伤害的虚无命图角色。以往击破队需要将敌方打入弱点击破状态才能高效出伤，但大丽花的到来可以改变这一局面。在其战技制造的结界内，敌人就算没有陷入击破状态，我方也可造成超击破伤害。其行击的效果让我方在为敌方添加弱点后，可以获得更高的速度。火属性角色触发该效果还可恢复能量，这都让我方的输出节奏更为流畅，极大缓解了输出窗口未到导致伤害乏力，或是输出窗口到了但我方未处于输出状态的情况。配合上大丽花终结技提供的降低敌方全体防御力的效果，敌人只能在持续不断的超击破伤害中走向灭亡。本节目通过不便透露的渠道弄到了这位危险的焚化宫女士篡改他人记忆的录像，就让我们走进现场，一睹魔女的疯狂吧。只见大丽花释放了秘技，随后进入了战斗，然后他就来到了节目现场。没错。
家光临有何贵干呢？不要这么有敌意嘛！我只是作为走进星穹的忠实粉丝，想来提提建议。哦，比如以后就去掉实战环节吧，打打杀杀的多不好啊！实战环节？什么实战环节？有这个环节吗？吉米先生，节目还没录完呢。哦，对，差点忘了，还有最重要的实战环节。唉，久别重逢，不要这么败兴嘛。但是实战环节哪有大丽花女士的舞姿好看？怎么会呢，亲爱的？有你在这儿，已经很难更加败兴了。哼，不对，我好像忘记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哦，想起来了，下班收工。